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应该这么说，除了美国本土的手机品牌以及和美国资本关系非常密切的三星之外，其他地区的手机品牌在美国市场基本都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如下图所示，这是知名统计机构 Counterpoint 公布的2021年 Q4 季度美国市场手机品牌的份额分布情况。苹果当仁不让地排在第一位，达到了 57% 的市场份额，三星则以 24% 的份额排在第二位。这两个公司共同霸占美国市场约 80% 的市场份额，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排在第三位的是摩托罗拉，这个手机品牌手机事业部虽然被咱们国内的联想收购，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源自美国本土的老牌手机品牌，在美国国内拥有一定的知名度，有点像曾经的诺基亚。虽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诺基亚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诺基亚，但是其品牌影响力依旧存在。至于分列第4、5、6位的手机品牌，分别为来自法国的阿尔卡特、中国国内的 OnePlus 以及美国本土的谷歌手机。这三个品牌共同占据了 5% 的市场份额，和前3尤其是前2的差距比较巨大。其实从这个榜单中，大家应该就能够看出一些门道。凡是在美国市场较为活跃的手机品牌，基本都符合一个特征，要么本身就是美国本土手机品牌，要么就是和美国相关的一些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苹果、三星、摩托罗拉、阿尔卡特、谷歌等全部符合这个特质。这里需要特别对一加做一个解读。一加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在美国市场拥有一席之地，就不得不提一个在国内可能已经被人遗忘的基于安卓定制的系统 CM， 也就是 CyanogenMod。这是一款在安卓刚刚兴起的那些年非常热门的第三方定制商务，本质就和国内的米优和 OriginOS 等类似，只不过前者的所有权属于手机品牌，而 CM 则是完全开源的，任何消费者都可以进行下载和安装。而 CM 创始人 Steve Kondik 本身就是美国人，随后也在美国创立了 Cyanogen 公司。在当时 CM 在美国极客玩家中的知名度非常高，有点像当年的小米的米优。而当时一加就选择和 CM 进行深度合作，顺利打开了美国的市场。如果对一加这个品牌有一定了解的话，应该都很清楚，一加手机最开始被称为刷机小王子，可玩性非常高。随后一加虽然和 CM 最终分道扬镳，但是凭借已经积攒下来的人气以及后续亲扬 OS 的极客特质和不跟风的硬派设计，在美国站稳了脚跟。上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告诉大家，美国本土的手机市场其实非常的排外的。一个来自本土之外的手机品牌，想要完全进入美国市场并得到市场认可是非常难的。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归结起来就是3个方面：通信运营商的垄断、专利问题、人为限制。先来说通信运营商，由于人口基数没那么大，且国土面积也不小，美国通信运营商的建设成本比较高，所以这部分成本就会转嫁到普通消费者头上。根据我之前的了解，美国一个家庭所使用的月套餐费用大体在$160左右，折合人民币基本上达到了1000元左右。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个有趣的东西，美国的消费者要在家中收到稳定高速的5G 信号，还可以选择每个月支付$25，这不就是把修建5G 基站的成本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了吗？虽然美国人群收入比较高，但是考虑到实际的购买力评价计算，普通美国人所需要支付的通信资费依旧是比较高的，所以美国的合约机就很流行。消费者只需要支付和日常通信套餐费用差不多或者高一点的合约费用，就能免费得到一台手机，何乐而不为呢？说到这，我还想到当年一则笑谈，当时 iPhone 4S 发布的时候，在发布会上曾经有一个$99的示意图，被国内某些自媒体平台误解为$99买 iPhone， 其实那就是合约机的价格，每个月还需要支付$60至$80不等的通信套餐资费。简单来说，在美国市场购买裸机没有购买合约机划算，所以在美国市场，通信运营商的地位很高。一个手机品牌想要建设自己的销售渠道，首先就要打通和运营商的关系，难度可想而知。而且由于美国的人口分布非常不平均，中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基本没什么人，人口密集区域又是寸土寸金，想要模仿咱们中国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也是不现实的。
另外还有专利问题，相较于国内，美国对于专利更加看重，而且专利持有单位也更加集中。当年出海进军美国的国内手机品牌片若中心、华为、酷派全部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专利战。小米进军印度的时候，不也被爱立信起诉了吗？要不是高通从中斡旋，提供专利保护，小米在印度也够呛。所以想要进军美国市场，要么本身要拥有一定的通信专利池，以此来应付专利诉讼，要么你就要准备好一大笔钱用来支付专利费用，这些都是比较难的。而且美国的贸易保护的问题也很严重。当年华为进入美国市场的时候，海思麒麟芯片是没有通过认证的，所以当时华为在美国就只能发布搭载高通芯片组的中低端机型，这也就导致华为虽然进入美国市场了，但是一直没啥竞争力。最后就是人为的限制了，这方面大家就会很清楚了，华为、中兴都是摆在眼前的例子，最近几年愈演愈烈。总之，国产手机品牌想要进入美国市场都是非常难的，人为设置的壁垒很难打破，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国际局势下，更是难上加难。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 我们下期再见。